奥德利夫人的秘密，玛丽伊丽莎白·布雷登。第3章，隐藏的遗物。8月的夕阳刚刚落下，余晖正映照在通往奥德利庄园花园、爬满常春藤的拱门上那古老的钟盘上，闪耀着绚丽的光彩。红霞满天，浓烈似火。带格子的窗户和闪闪发光的百叶窗在红光下熠熠生辉，渐弱的光线在长长大道的椴树叶上闪烁，将平静的鱼塘染成一片魔光的铜色，甚至穿透了黑莓丛和杂草形成的幽暗角落，老井就藏身其中。红光断断续续地透进来，使得阴冷潮湿的杂草、生锈的铁轮和腐朽的木头都像是沾染了血迹。宁静草场上传来的牛哞，池塘里鳟鱼的跃动，疲倦小鸟最后的啾鸣，或是远处马车轮的吱呀声，这些偶尔打破黄昏寂静的声音，反而更凸显了此地的宁静。这黄昏的宁静几乎令人窒息，此地寂静的程度近乎痛苦，鉴于这坟墓般的死寂，仿佛那座灰色、爬满常春藤的建筑里，某个地方正躺着一具尸体。当拱门上的钟敲响8点时，宅子后面的一扇门缓缓打开，一个年轻姑娘走了出来，进入花园。即使有人的出现，也未能打破这份寂静，因为那年轻姑娘脚步轻盈地走在厚实的草地上，从池塘边进入林荫大道，身影便消失在椴树的荫蔽之下。无疑，不能说她是个漂亮的姑娘，但她的容貌却属于人们常说的那种耐人寻味。或许说她耐人寻味，是因为在她苍白的面容、浅灰色的眼眸、端庄的五官和紧闭的双唇之间，流露出一种19、20岁女性中少见的内敛与自制力。我想，若非她那小巧的鹅蛋脸上有一个微不足道的缺陷，她本可以被视为美丽的。她的脸庞缺乏血色，蜡黄的脸颊上不见一丝红润，眉毛和睫毛颜色极淡，毫无棕色可言，显得苍白无神。那如稻草般暗淡的发色，也缺少金色或红褐色的光泽来增添生气。就连她穿的连衣裙也有同样的缺陷，浅蓝紫色的薄纱与褪色的灰色混杂不清，脖子上的缎带也似乎融入了这片中性的色调。她身材纤瘦，尽管衣着朴素，却自有几分淑女的风姿与优雅。虽然她只不过是个名叫菲比·马克思的乡下姑娘，曾在道森先生家当过保姆，后来奥德利夫人与迈克尔爵士结婚后，便选了她做贴身女仆。毫无疑问，菲比对自己的处境感到非常满意，因为她的薪水翻了3倍，而且在奥德利庄园的工作也十分轻松。因此，她在自己的朋友圈里成了众人羡慕的对象，正如奥德利夫人在上流社会中备受瞩目一样。一个男人正坐在井边腐朽的木头上，看到女仆从椴树的幽暗中走出来，出现在他和灌木丛之间时，吓了一跳。我先前说过，那是个有些荒凉的地方，它位于一片低矮灌木丛的中心，远离花园的其他部分，只有从宅子西翼后方的老虎窗才能望见。哇，菲比！那人叫道，同时合上了他一直在用来削一根黑刺李树枝上树皮的小刀。你走路一点声音都没有，我还以为是恶鬼呢。我穿过田野，从护城河的门那边过来的，正想歇会儿再去宅子里，问你回没回来。从我卧室的窗户能看到井，卢克，菲比说着，指了指其中一个山墙上开着的格子窗。我看见你坐在这儿，就过来和你聊聊。在外面说话比在屋里好，那里总有人听着。眼前的男人约莫23岁，身材魁梧，膀大腰圆，神情略显愚笨。
她留着深红色的短发，浓密的眉毛在灰绿色的眼睛上方几乎连成一线，鼻子高大匀称，但嘴巴却显得粗俗，透着一股兽性。看她那涨红的脸颊、红褐色的头发和粗短的脖子，与奥德利庄园附近草地上吃草的公牛也差不了多少。姑娘小心地在她身旁的木头上坐下，一只手搭在她粗壮的脖子上，那手因为新工作的清闲而变得更加白皙了。见到我高兴吗，卢克？她问道。当然高兴，丫头，她粗声粗气地回答，同时又打开小刀，继续削那根树枝。他们是表兄妹，童年时是玩伴，情窦初开时变成了恋人。你看起来不怎么高兴啊，年轻姑娘说，你倒是看看我呀，卢克，告诉我这次出门是不是让我变得更好了？可没给你的脸蛋添上什么血色，丫头。他从皱着的眉头下瞥了她一眼，说，还是跟以前一样苍白。可是人家说旅行能让人变得更优雅。卢克，我跟夫人去了欧洲，去了各种稀奇的地方。而且你知道，我小时候，霍顿先生家的女儿们教过我一点法语。能和外国人交流，我高兴坏了。优雅。卢克·马克思发出一阵马斯般的嘲笑。我倒想知道谁希望你优雅。我跟你说，我可不希望，等你成了我的老婆，可没那么多时间让你去优雅，丫头。还法语，我的天，菲比，我猜等我们攒够钱买个农场，你大概会用法语跟牛说话吧。听着新上任的话，他咬了咬嘴唇，移开了目光。他继续用那根树枝削刻着一个粗糙的拉手，同时漫不经心地吹着口哨，一眼也没看他的表妹。他们沉默了一会儿，但很快菲比又开口了，依旧没有看着他的同伴。格雷厄姆小姐运气真好，能带着她的女仆和男仆坐着马车，还有一个认为世界上没有哪个地方配得上她踏足的丈夫一起旅行。啊，是啊，有钱就是好，卢克回答。希望这能给你个教训，丫头，好好攒钱，等我们结婚用。哎呀，3个月前，在道森家的时候，他算什么？年轻姑娘继续说道，仿佛没听见他表哥的话。他不也跟我一样是个仆人吗？一个跟我干一样多甚至更多活的雇工。你真该看看他穿的那些破旧衣服，卢克，又旧又补，虽然不知道为什么，穿在他身上总是很好看。他付给我的女仆工资，比他以前从道森先生那里拿到的任何薪水都多。我见过他从客厅出来，手里拿着先生给他的工钱，一捧索维林金币和银币。可你再看看他现在，别老盯着他，菲比。卢克断言，管好你自己，这才是你唯一该做的事。我们过阵子开家小酒馆怎么样，丫头？开酒馆能赚大钱。年轻姑娘依旧没有直视她的心上人，双手无力地放在裙子上，浅灰色的眼睛凝视着透过树干射进来的最后几缕紫罗兰色的余晖。你真该看看宅子里面，卢克。他说，从外面看好像快塌了似的，可你真该看看奥德利夫人的套房，里面摆满了画、镀金的摆件和从地板到天花板那么高的大镜子，还有彩绘的天花板。管家告诉我，值好几百英镑呢，都是特地为她弄来的。她真是个幸运的女人，卢克漫不经心地咕哝道。你真该看看我们在国外的时候，一群绅士围着她团团转。迈克尔爵士不但不嫉妒，反而因为看到她如此受人仰慕而感到骄傲。
你真该听听他跟他们说笑的样子。他回敬着他们所有的恭维和雅言，就好像他们在向他抛洒玫瑰花一样。无论他走到哪里，都能让在场的人为他倾倒。他的歌声，他的表演，他的画作，他的舞姿，他美丽的笑容和他金色的卷发，在我们下榻的任何地方，他总是众人瞩目的焦点。他今晚在家吗？不，他和迈克尔爵士一起去比切斯家赴宴了。那里离这儿大概有10到12公里，所以他们11点以后才会回来。那我知道我们能做什么了，菲比。如果宅子里面真像你说的那么漂亮，我想去瞧瞧。好吧，管家巴顿夫人认识你，我想她不会介意我带你参观几间最好的房间。当表兄妹俩从灌木丛中走出来，缓缓走向宅子时，天色几乎全黑了。他们进入的那扇门通向仆役大厅，管家的房间就在大厅的一侧。菲比·马克思停下来问他是否可以带表哥参观几个客厅。得到允许后，他从大厅的烛台上点燃一支蜡烛，并示意卢克跟他到宅子的另一边去。在幽暗的黄昏光线下，长长的橡木走廊显得有些阴森。菲比手中蜡烛发出的微弱火光，在姑娘引领表哥穿过的宽阔通道里，仅能照亮一小片地方。卢克不时警惕地回头张望，他脚上那双带钉的靴子发出的嘎吱声也让他有些害怕。这地方有点邪门呐，菲比。当他们到达漆黑的主客厅时，他说道：“我听说很久很久以前这里发生过一桩谋杀案。我们现在发生的谋杀案就够多了。”卢克，年轻姑娘回答着，走上楼梯，她表哥紧随其后。菲比领着他们穿过一间宽敞的客厅，里面摆满了绸缎、纺金合金、镶嵌细工和镶嵌家具、青铜器、浮雕宝石、小雕像，以及其他在昏暗光线下闪闪发光的事物。随后，他们进入一间挂满名画复制版画的晨间起居室，接着又进了一间前厅。菲比在那里停下，将烛台举过头顶。年轻人目瞪口呆地看着周围的一切。这地方真是出奇的奢华，他说道，肯定花了不少钱。看看墙上的画，菲比催促道，同时看着这间八角形房间墙壁上挂着的克劳德、普桑、沃夫曼和凯普的画作。我听说，光这些画就值一大笔钱。这里是奥德利夫人的套房入口，也就是格雷厄姆小姐，那是她结婚前的名字。他掀开一扇门上挂着的厚重绿色毛毡门帘，把惊讶的乡下人带进了一间梦幻般的梳妆室，又从那里进入一间更衣室。衣柜门敞开着，沙发上堆放的衣物表明，这里和女主人离开时一模一样。我得在奥德利夫人回来前把这些都整理好，卢克。你要是愿意，就坐在这儿等我，花不了多长时间。他表哥有些不安地环顾四周，被房间的华丽弄得不知所措，然后从容地挑了把最舒服的椅子，小心地在椅子边上坐下。我想给你看看珠宝，卢克，年轻姑娘说，但是我不能，因为她总是自己收着钥匙。就是你看到梳妆台上的那个盒子。那个？卢克惊讶地问道，看着那个镶嵌黄铜的胡桃木大首饰匣。天哪，我所有的衣服都能装进去了。里面装满了钻石、红宝石、珍珠和祖母绿。菲比回答，一边叠着沙沙作响的丝绸连衣裙，一边把它们一件件放进衣柜的架子上。当他抚平最后一件衣服的褶边时，听到一阵叮当声，便把手伸进口袋。
我的老天！他叫道，这还是夫人第一次把钥匙忘在口袋里。你要是想看，我可以给你看看珠宝，卢克。好吧，我不介意看一眼，丫头。他说着，从椅子上站起来，举着烛台，而他表妹则打开了首饰匣。当他看到闪闪发光的珠宝陈列在白色绸缎衬垫上时，发出一声赞叹。他很想拿起那些精致的饰品，仔细端详，估算它们的市价。或许他心中也掠过一丝强烈的渴望和嫉妒，想着要是能拿走一件该多好。老天，这些钻石里随便一颗就能让我们下半辈子不愁吃穿了。菲比，他说道，用他那双粗大的红手翻来覆去，摆弄着一个手镯。放下它，卢克！立刻放下它！姑娘惊恐地叫道：“你怎么敢说这种话？”卢克不情愿地把手镯放回原处，继续打量着首饰匣。这是什么？过了一会儿，他指着首饰匣边框上的一小块黄铜片问道。他一边说一边按了一下，一个铺着紫色天鹅绒的暗格淡了出来。看，卢克为自己的发现感到得意。菲比·马克思放下手中正在叠的连衣裙，走到梳妆台前。哇，我从来没见过这个，他说，不知道里面会是什么。他没找到什么值钱的东西，没有金子，也没有宝石，只有一个用纸包着的毛线织的小鞋，还有一缕细软的金发，无疑是婴儿的头发。菲比仔细查看着这个小包裹，他那双灰色的眼睛睁得大大的。原来这就是奥德利夫人藏在暗格里的东西，他低声说。把它藏在哪儿，真是傻透了，卢克满不在乎地说。年轻姑娘的薄唇边勾起一抹奇特的微笑。你会亲眼见证我是在哪里找到这个的，他肯定地说，同时把小包裹塞进了口袋。我的天，菲比，你不会傻到要拿那个吧？年轻人说。我宁愿保管这个，也不要那个你那么想拿的钻石手镯，他回答说。有了这个，你就能开一家小酒馆了，卢克。